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9号，星期六。那么今天呢，外面的天气不是很好，我呢就在家里面录这个视频。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还是想聊一下有关于西班牙移民的话题就是在西班牙买房要注意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就是关于西班牙的这个占房族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聊一下这个关于西班牙的占房吧。那么许多人呢，他或多或少在新闻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媒体上呢，就了解过西班牙有这个占房族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个占房族呢，它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西班牙呢，就是说，法律上规定就是如果就是你自己的家里面这个房子是你的住房，就是陌生人他只要在你家里面待了超过48小时以上，那么呢，就你将没有办法呢，就是强制的将他赶走就即使你是报警了那也没有用必须呢，就是你要去起诉法院到法院去起诉证明这个房子呢是你的，然后那个人是侵占了你的房子然后呢你才能够就是由法院执行配合之下呢，才能就是把他们给驱逐出去，并且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就你当然是不能够你说你喊几个朋友，或者说你动用一些武力或者说你给他的这个房子里面断电断水这个都是不可以的那么之前呢，就是有一个新闻，对吧？就是在巴塞罗那就是有一个中国人他买这个房子，因为他这个房子的主人呢，他是在北京的，他并不在那个巴塞罗那住着，那么就有人呢就住到了他的这个房子里面去，就私自进入的可能把门锁什么给破坏了。那么住入了以后呢，就周边的这些邻居什么的，他们就非常的，社区的这些人他们就非常的团结他们就站在这个房子面前喊口号就是要他离开这里对吧？那么他们也报警了，那警察也是在就是这个房子的周围，但是呢，警察没有权利就是把这个占房者呢给就是请走。那么先说说我自己的，就关于我这个看法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在我没有来西班牙之前呢但我当然觉得西方是一个非常讲信用的社会，是吧？为什么就是会产生就是说就是私自的去占有别人的房子的这种做法，并且呢，就是在法律上就国家其实还没有就是那么迅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让大家觉得有一点放纵他们的这种感觉，对吧？甚至呢，就是有一个城市的市长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当过这个占房族，还当时被那个就当时的那个媒体给拍下来了其实呢，当你就是久了嘛，对吧？就是我时间长了我也在一直琢磨这个问题那么我想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西班牙也有一段时间，它的这个经济是非常糟糕的，有一个就是经济的这个时间段那么那个时候失业率也很高那么可能我认为是为了一种社会的安定或者说就是对这些社会上的弱者就是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就是轻柔的这种政策，对吧？不是非常强硬的，就是说你今天没地方住了你今天没钱了，那你就把你立马赶走或者说什么就是说相对来说呢，就是说他还是考虑到社会的这种治安什么，对吧？因为你如果就是经济很不好很多人没地方住那么在马路上他们要偷要抢是吧？甚至就是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暴力的事件会发生那么
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或许啊，我认为它有可能会对就是社会的这种治安啊，这种会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种帮助，对吧？啊，我当然不是说为这个事情找一个借口，我只是就是仔细的分析啊，我分析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对吧？那么这个确实呢，就是啊，如果你是一个拥有2套房，比如说你自己住了一套房，然后你又买了一套房，你把那个买的那套房啊，就是租给别人啊，不管是租客变成了占房租，租客变成占房租，就是他开始付租金啊，付完租金以后，他突然就不付钱了啊，他说他没钱了，或者说他遇到什么困难，对吧？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就是说立刻你就把他给赶走，把他给轰走，或者你喊警察都没有用的啊，就是只有他很久很久没有付租金了，然后你还是要去通过法院走这样的一个起诉的程序。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个程序啊，差不多都要1年以上的时间。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不是租给他的，他只是一个陌生人啊，就是你突然间他就跑到你的房子里面去了，对吧？然后他就赖着不走了，超过48小时了。那这种呢，就是如果你是第2套房啊，那你没有办法就是去让警察啊帮助你，就是立刻把他给驱逐的啊，那你还是要走法院的这个程序。那如果说你是仅有的，就是你自己也住在这里面，你只有这个1套房，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报警，就是你住在这里面的，那么警察呢他会配合你啊，就是在也是48小时之内嘛，他会把他就驱逐出去，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也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很多这种就是占房者呢，他们呢就找了一些诀窍，对吧？他会先看一看啊哪一个房子里面没有人的，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房子啊就画一个记号，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点外卖啊，买一个什么披萨呀，买一个什么汉堡包啊这种外卖，就用这个地址把这些名字写着，然后呢当他就是点完外卖以后啊，就是他选一个48小时之内的这个时间啊，然后等到他就是就是把这个门锁给破坏，他进来了以后，警察来了，他就说，你看我点的这个外卖，我已经在这里面啊待了48小时了，其实他没有啊，其实他可能才去了20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但是呢，由于他点了这个外卖，对吧？所以就说这个事情呢，现在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混乱的问题，但是呢，目前呢也没有解决，这个呢就成为了什么？成为了就是投资者的噩梦，对吧？啊，就是有些人他如果要买一个房子啊，作为一个投资去出租的话，那么他就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啊。他自己住的话，他只要天天住在家里面，他碰到这种事情的概率就没那么高，对吧？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现在呢，它发展呢，它这个情况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啊，就是还是有挺多的这种占房族的，就不是一个很少的事情。当然，就是说你在一个有些城市，它一些好的区域里面不会发生这种事，对吧？那么，所以就是很多人他租房啊，他很困难。有些人他租房呢，他一看你这个人啊，就是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啊，不管你就是存款有多少，他一般都害怕把房子租给你，除非就是说他的这个房子呢有保险公司愿意为他承保，就是你不付房租的这个保险，就是如果万一你住在里面了，你不付房租了，那么就由这个保险公司他来赔偿这个房东，那么这个保险呢也是非常昂贵的啊，不便宜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说一说啊，就延伸到买房的这一块。那么所以呢，就是很多人来这西班牙买房呢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刚开始一看啊，西班牙的房价好像啊有很多非常便宜的房子，对吧？啊，有很多好像都在10万欧元以下啊，甚至5万欧元啊也有选择。还有就是你看到一些宣传，比如说什么银行的房源啊，是吧？啊，就是有很多这种银行就是很多人还贷还不出的，什么银行的这种房源，对吧？好像很便宜
啊，然后呢，大家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这便宜的房子就是买一个，对吧？那这种便宜的房子呢，它往往有哪些的风险呢？啊，首先呢，就是像这种便宜的房子，它的这种年限啊，有可能就是有个40-50年啊，甚至更长的时间啊，一般都是最少也要30年。那么像这种房子呢，就是说，房子的内部啊，你得花一大笔钱去给它装修啊，因为它的这个什么水管啊，什么这种电线啊，对吧？还有这种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上的东西，或者里面的这种房子，就是你很多东西它已经老化了啊，你必须得给它重新的去装修。那么在这边呢，就在西班牙呢，装修费用啊，这个不是一笔很小的数目，所以呢，就是首先你肯定要就是花一大笔钱去重新再给它装修一下，对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点呢，就是像这种非常久远的房子呢，时间久远的房子呢，就是你里面的很多公共设施啊，比如说像电梯啊，很多人他不知道，他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呢，他发现这个电梯啊3天2头坏，就一天可能就坏2次，都有这种事情啊。那么有可能就是你一天里面啊，你就每天你要上下走楼梯，对吧？时刻你要预防的这种情况。那这种呢是很常见的啊，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能源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如果就是你在西班牙买房子，你可以看到的是，它这个房子呢是有能源等级的。什么叫能源等级呢？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啊，它的这个耗电量啊、耗气量，对吧？就它能源有这种 A 级啊，有 B 级，反正越是绿色的，就是越环保的啊，越是红色的，就代表你要用这个房子的话，你买这个房子的话，你付出的电费，你付出的这种燃气费，对吧？就会很贵、很高昂，而且这个当中的距离啊，其实是挺远的。你买一个新的房子，好一点的房子，它的这个可以使用太阳能啊什么的，你的电费就相当便宜，对吧？如果你买了一个这种年代久远的这个房子，那么这个电费啊什么之间可能要差好几倍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最重要的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安全性啊，往往呢这种就是银行的这种房子呢啊有许多，对吧？它也是这种就是有占房族的问题啊，有这种就是占房族他到这个房子里面来，然后呢他就住下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虽然是啊那个房子的主人他把这个通过法院起诉呢，他又就是拿回了自己的房子，但是呢往往就是啊他这个房子里面占房族走之前啊，就把你这个房子啊什么墙啊什么家具啊装修啊就弄得一塌糊涂啊，然后呢这个房子的主人啊有可能他对这个房子呢他也不要了，对吧？啊他也考虑就是低价卖掉啊，然后呢周围的邻居啊，周围的邻居由于就是有这种占房族的事情呢，就是周围的邻居也害怕的，对吧？因为他想，如果你住的这个楼下住了一个占房族，你会不会很担心，对吧？明天他别跑到我家来，把我也给房子给占了。所以呢，就是往往发生了这种问题呢，这一整栋楼，甚至隔壁的楼，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房价或者说这一片就变成了非常不安全的区域，对吧？还有呢，就是这种低价房呢，它的治安性啊，可能就是一个城区里面相对比较混乱的，对吧？啊，有很多非法的事件啊，什么，就是这种很灰色的啊，这种人啊，或者这种事情就在这个里面。那如果说，你胆子小的，对吧？或者说你家里有孩子的，像这种问题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对吧？安全性都成问题了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的，对吧？其他的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你买房啊，你要考虑到的就是之前的一些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对吧？什么还债没有还的，或者有一些什么账单没有付清的，反正就是这种事情
啊，也是挺多的啊。我还看到过，就是有人买了一个房，然后呢，这个房呢，它别的都没问题啊，但是呢，他这个房子的主人他原来搭造了一个，比如说阳台，它是一栋的，就买了一栋的房子嘛，它这个阳台，比如说啊，跟前面一栋房子的主人呢，这之间有一些问题啊，那它这个阳台呢，可能就遮住了前面的主人的什么光线啊，反正就是这种事情。然后呢，这双方之间呢，就是已经来来回回啊，也有这样的双方有这样的争议啊。然后呢，就是他买了房子的人以后呢，那前面这个人又来了，对吧？他要督促你啊，把这个房子要改建啊。那你作为一个就是已经接手的新住进来的一个人啊，你莫名其妙的你就要支付啊，要不就是你赔钱，要不就是你把这个房子就是要改建啊什么，反正就是对你造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对吧？啊，好吧，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啊，在西班牙买房啊，就是我看下来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尽量还是要买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年代啊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啊，最好是新房，对吧？新房因为没有什么内在的问题，像你买了一个房子以后，装修有问题，或者说什么电线有问题，什么水管有问题，对吧？你买的之前开发商帮你全部都搞定，并且呢，这里的开发商就卖新房的人，往往他也会选一些就是区域啊、治安呐、各方面啊都是过得去的，对吧？就是他因为开发商他肯定是有商业头脑的嘛，他是先想好的啊，他不会在一个治安非常差、非常混乱的地方去造一个房子，对吧？那这卖也卖不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有便宜有贵的这种选择的，但是呢，新的这种开发商他选的这个房子呢，往往就是比较好的，对吧？再加上呢，就是如果你自己住在里面啊，能源费你每年也能节省啊，就比起那些旧的房子呢要节省一些钱。那如果说要买这些比较旧的房子呢，那你也要考虑到就是这些问题，对吧？就是附近有没有什么占房族啊，就有这样的事情啊，或者是这个房子它的这个年代是否就是很久远呀，对吧？尤其就是作为很多移民来讲，当然不希望就是说人在海外，对吧？碰到这样的一些那样的一些问题，是吧？好吧，那关于这个西班牙占房族还有西班牙买房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呢，我今天就讲完了，也欢迎大家讲出自己的案例来讨论一下，谢谢。